别以为只有现代人才有偶像，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也有他们崇拜的偶像哦。发明了相对论、世界知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曾经有个偶像。法拉第对世界的影响十分的巨大，他在电磁学研究上的贡献使他成为爱因斯坦最仰慕的物理学家之一。法拉第打开了点亮世界的第一个开关，从此世人的生活不再一样。西元1831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在发明发电机时，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使电流通过环绕铁棒的线圈，就能使铁棒变成磁铁。既然电流能产生磁，那么能不能利用磁铁来产生电流呢？经过不断的实验，他在1831年终于制造出全世界第一部发电机呢。他请助手转动发电机，这时靠近连接发电机导线的罗盘指针晃动，表示有电流在流动。这就是人类的第一台发电机。法拉第去世后，在西元1870年，第一部可供机器使用的发电机终于问世。同时期的台湾清光绪14年，西元1888年，台湾巡抚刘铭传装置了小型燃煤蒸汽发电机组，首次照亮了台北城，终于开启了台湾电力的序曲。从法拉第之后，电磁学如火如荼的演进，电机工程更开始许多划时代的发展。例如，贝尔发明了电话，爱迪生设计了白炽灯和直流电力系统，而特斯拉发明的交流电力系统，则是通过各种引擎，先将各类能源蕴藏的能量转换为机械能，然后通过发电机将机械能转换为电能，经输电、配电线路送往各种用电场合。现在全世界的电力系统皆起源于特斯拉发明的交流电系统。特斯拉利用尼加拉瀑布的水力来发电，发电站的电力远送到美国纽约州，这可是世界水力发电的先驱呢。台湾在日本统治期间盖了龟山发电厂，为台湾水力发电的开端。民国8年成立台湾电力株式会社，着手进行日月潭水力发电工程。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民国35年台电公司成立。面对战后被轰炸至残破不堪的电力设施，当时的台电公司总经理孙运璇带领台电人及许多学生，于5个月内奇迹似的恢复了全台80%的供电。之后又陆续建设了水力电厂，并发展火力发电及核能发电，提供台湾经济起飞时所需的电力。你们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到底有哪些活动会使用到电吗？让我们从早上一起床开始计算吧。你会滑手机滑多久呢？接着你才会去刷牙，然后你是不是使用电动牙刷呢？还是电动刮胡刀？再来还有吹风机，还有你会不会再用个烤面包机烤个早餐来吃呢？最后在出门前，你会不会再开个电视看个晨间新闻呢？好，那现在事不宜迟，就让我们马上问一下路上的大家，到底对电有什么了解吧？像哪一些电器你是比较使用率比较大的？平常就是电视嘛，对，电锅。那夏天就冷气。你知道平常中的电啊，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吗？家里的电吗？对。应该是从高压电塔跟变电箱就是送过来的。哦，那你知道到底高压电塔跟变电箱的电又是从哪一个源头送来的吗？源头吗？对，应该是从发电厂。对，台湾有很多不一样的发电厂。好，那经过刚才的访问呢，我们发现大家对于电的了解程度都不太一样。那么接下来我就要亲自来体验，到底电有多么取之不易呢？这是一台简易的脚踏车发电机，
每个人每天用的电，纵然你现在踩得很辛苦，也都不够用。我现在才知道，发电真的很费力啊。为了供应全世界各式各样的用电需要，人类只好不断发明更多的发电方式，例如水力发电、火力发电、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核能发电，甚至还有垃圾发电、沼气发电、温差发电以及海浪发电等等。各种发电厂的原理大多是透过煤、油、天然气、核燃料或者其他物质先释出能量，驱动各种涡轮机或内燃机，再利用这些回转机械驱动发电机。这些传统常见的发电方式，其中关键设备就是发电机。究竟人类如何从过去法拉第那一台小小简易型的发电机，发展到现在能供应这么庞大用电量的发电厂呢？今天我们来到万能科技大学，要请教周建恒教授，让他解答我们对发电以及发电厂的疑惑。哇，教授，这是什么魔术啊？哎呀，这个不是魔术，你看，老师手上拿一个磁铁，这个磁铁呢会在它附近呢产生磁场。所以呢，这个磁铁可以隔着老师的手呢，吸住这个铁做的螺丝起子。哦，了解。很好玩哦，你可以试试看。好，来试试看。可以摇一摇。哦，我强烈的感受到这个磁铁的吸力。对。但我觉得很好奇，就是到底这个磁铁啊，跟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发电原理有什么关系吗？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很多大的发电厂，也有小的发电厂，有的相对来讲相对很复杂，有些比较简单一点但是呢，他们发电的原理都跟磁场有关系。我们今天就想要利用我们的一系列的教具，由浅到深，逐渐的跟观众解释为什么我们能发电，那发电厂的发电过程到底是如何。你看哦，这个是一个磁铁，这个叫感应线圈。好，我现在的感应线基本上就是7包线构成的。好，然后这边感应线这2个接头出来，分别接了2组的 LED 灯。2组 LED 灯的导通的方向是相反的。换言之，如果电流这样流的话，这边会亮；如果电流是这样流的话，这边会亮。那我们现在看看如果当我们的磁铁跟这感应线圈有相对运动的时候，就会使感应线圈上的磁场发生适当的改变，就会产生电力，也就是产生所谓感应电动势或者感应电场，这就是我们发电的基本原理。那如果不是用磁铁造成的磁场，是用电流或其他东西造成的磁场，只要这个磁场在这感应线圈的地方呢有适当的变化，它就会产生感应电动势。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法拉第定律。心怡，你也可以试试看哦。好。真的耶！但是教授，我很好奇，我发现不论是这个方向或是这个方向做相对运动的时候，我都会感受到一个阻力。对，这个阻力很重要，这个阻力涉及到发电过程当中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细节。那我们紧接着呢，就看我们第2个实验，看看这个阻力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吗？好。心怡，你看这个是一个磁铁，这是一个感应线圈，就跟刚才我们玩的那个仪器是一样的。那你看到这个东西可以摆动，这个东西摆动，摆动的时候呢，磁铁会穿过这线圈，跟刚才你的动作是一样的。那我们看到这个感应线圈有电线流通出来之后呢，我要点亮这个 LED 灯，这里有一个开关，对，一边是关的，一边是开的。我先把它关掉，好，那你看哦。心怡，你看，它这个继续摆动。对。但是呢，如果我把这个开关把它打开，它就停下来了。对。有没有看到？
它一亮的时候，就代表有感应电流，感应电流和磁场之间的作用力，就造成你刚刚说的阻力，阻止它运动，所以它停下来。对。但是事实上，从能量的角度来看，就是在这个发电的过程当中，这相对于这个发电机，在这个发电过程当中，单摆摆动能量转换成了这个 LED 的电能。它因为它变成消耗在 LED 上，所以这个能量转换过来的时候，单摆就再也没办法摆动下去了。必须要同时有感应电动势和感应电流，才有电能，才有能量转换。心怡，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发电机。这个发电机呢，就跟一般我们常见的发电机是用转动的一样。那老师先把它转起来。你等一下，你看到这个发电机发出来的电呢，要把这个 LED 灯这对 LED 灯点亮。那你帮老师做开关，好，把它接上好吗？好。等一下让老师先转起来好吗？好。哦，这样就有亮嘞，那它转就慢下来。对，没错。它转动的动能就不见了，对，变成电能。这个过程又是经过这个比较像我们一般转动的发电机发电的过程，它就把这个动能呢转换成电能。那现在这个飞轮转动动能不见了，变成电能，那怎么那要继续发电怎么办呢？那我们只好再继续用另外的能源把它转动起来。教授，那看完刚才前2个实验啊，我就在想，那我们就直接聘请一个人，或是发明一个机器来转动这个发电机，这样我们就有源源不绝的电啦。哎呀，这个事情可不是那么简单，这里面涉及到能量不会无中生有。我们拿这个实验，第3个实验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好。你看到这是一个感应线圈，这是一个磁铁，你看这个磁铁会产生磁场哈。对。然后呢，这是一个转动磁铁的转轴。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用的就是用重力。那你看到，如果老师把一个重锤，那掉到这边的话，它当然就会让发电机转动，对不对？那你看，我们让发电机转动看看，你可以看到这边只有一排灯会亮。对。现在如果老师想要让2排灯都亮，心怡说应该怎么办？再加另外一个。对，这我们马上做实验看看哈。好，现在就2排灯都亮了。这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能量不会无中生有。如果你要让2排灯亮的话，你就必须有更多的能量去消耗，它才会让2排灯亮。所以呢，我们要产生更多的电力来供应整个城市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很大的发电厂，那把很大的能源转换成大家要用的电力。那紧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一个发电厂发电的一些细节，好吗？好。哇，老师，我们接下来要做的这个是什么实验啊？它基本上是一个迷你的火力发电厂的模型。这是登山用的瓦斯炉，这是烧杯里面有水，然后这是涡轮叶片，这是发电机，然后这个是 LED 灯。那我很好奇的是，对应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发电厂，它们各自代表着什么呢？那这个代表是能源，我们所有的发电厂都需要能源。然后这个呢，其实实际上它是一个热机。那一般大型的发电厂，这都是一个叫做蒸汽涡轮机，它能够把这个能源呢转换成动力，然后利用这个动力推动这个发电机。当然，在真的发电厂里面，发电机更为大而且它也比较复杂一点。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 LED 灯象征的千家万户，就是我们台电的用户。那当然，在传输的过程当中，在实际的电厂当中，它还有一些技巧，譬如说它要升压等等。好，那我们再来做实验吧。我现在把炉火给它点着。哇，它开始转嘞！对，真正的发电厂也是这样子。像你看，这个是一个登山用的这个瓦斯炉。那事实上，在真的发电厂的时候呢，它就是各种能源，然后呢，利用这个能量呢，把水煮沸，把蒸汽涡轮机，它实际上是一种能量转换器，也可以说是一种热机，把蒸汽涡轮机里面的水煮沸，煮沸之后呢，推动这个涡轮叶片，然后呢就产生动力，推动发电机。发电机发完电之后呢，传输到千家万户，让千家万户使用。
整个的电力公司的发电的过程大概就是如此。哇，我觉得一看了之后真的是一目了然，就是蒸汽涡轮机结合刚才我们学到的电磁感应原理。对。心怡，我考你一个问题好吗？如果我把发电机的这个2个输出的电线呢直接接在一起，你猜会怎么样？那就会短路啊，因为它们的电阻太小，所以感应电流就会过大。那这样是不是就很有可能会引发火灾啊？心怡，你看，现在发电机真的快速转动，根据法拉第定律，现在已经有感应电流式，可是现在是断路，所以还没有感应电流，也就是说还没有能量的转换。对。那我们现在马上接看好吗？好。真的停下来了。因为电阻很小，小小的感应电流式就产生很大的感应电流，所以阻力就太大了。这个小小的涡轮机呢，就推动不了了。我们也可以从能量转换的角度来分析这个现象。你知道我们在台湾过着这么方便的生活，是借由哪些发电厂的辛勤工作来供应电力的吗？今天我们来到了台中发电厂，让我们好好认识它的独到之处吧。那薛厂长啊，像我们台湾有这么多的发电厂，那我们台中火力发电厂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过人之处啊？我想我们台中发电厂有2个特色，一个是发电量大，那以去年2016年来看的话，我们的发电量是442亿度电，哇，也就是说占全台的所有的发电量的比例里面是19%，那比3座核能电厂的发电量还要大。哇！第2个特色是我们的发电成本低，我们的每度电的发电成本是0.957元。既然台中发电厂的发电量如此的大，依照我们前面在实验学到的能量守恒定律，可以知道，需要越多的发电量时，煤炭就得用得越多。台中电厂每年进口了1800万吨的煤炭，分别从澳洲、美洲、亚洲国家进口。为了抑制煤尘到处飞扬，我们采密闭式的输送方式，送至储煤场堆放，或直接发送到锅炉燃用。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实验室的火力发电实验，有一个小型的涡轮来推动发电机？我们现在看到的巨大绿色箱子里面，就是用大量高压、高温蒸汽转动的巨型蒸汽涡轮机。在台中电厂所使用的能源主要是煤炭。那其实发电厂基本上由4个部分所组成的，一个是能源，第2个是热机。那我们台中电厂使用的是蒸汽涡轮机，第3是发电机，第4个是电力输出用户。那将煤炭送入磨煤机磨成很细的粉煤之后，送入60公尺高的锅炉，以提高燃烧效率。那锅炉是由长度很长的炉管所组成，当燃烧所产生的热能将炉管里面的水变成高压高温的过热蒸汽，那驱动汽轮机，再用蒸汽涡轮机输出产生强大的动力，转动发电机，而产生很大的电力，然后输出到电力用户。哇，真的很难想象，光是一座电厂就可以供应全台湾将近1/5的用电量。是的，我们台中电厂有10座燃煤机组，这个用煤量很大，发电量也很大。那我们的效率也很好。那我们的最大的发电量是579万千瓦。那换句话说就是每1个小时发579万度的电。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能量转换，真的在台湾足够供应600-700万人以上的生活使用。当煤炭源源不绝从储煤场运入锅炉室燃烧，而使蒸汽涡轮机转动，再转动发电机发电，这整个过程虽然发出了很大的电力，但也被质疑排放出 PM2.5。台中90号机你好，负载530，好，9号机就好哈。9号机，负载降到530。好，知道了。
一旦空气品质呈现紫爆，台中火力发电厂常被要求要降载，也就是减少供电量，来减少燃煤量，以降低烟气的排放量。发电与环保真是难两全呢。这是我们的高效率的排烟脱硫设备。心怡，我们煤炭在锅炉里面燃烧产生的一个烟气首先经过一个脱硝设备，把氮氧化物把它抓下来。然后接下来呢，烟气再经过一个高效率的一个静电集成器，高达99.8%的除尘效率，把粒状物抓下来。然后最后呢，我们就是经过一个脱硫设备，就是我现在背后看的跟你介绍的这个脱硫设备，然后最后再把硫氧化物给它去除掉。燃气经由排烟脱硫设备吸收硫氧化物，那产生的石膏呢，也可以让这个干净的燃气呢符合国家标准。那最后再把干净的燃气呢排放到250公尺的烟囱。哇，厂长，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厂区的什么地方啊？这个地方是中九基的锅炉房屋顶，我们看到的是卸煤码头。现在我们所在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未来天然气接收站的位置。当然，我们台电公司也希望能够规划天然气发电来取代部分比较污染的燃煤发电，然后符合政府的2025年的50%的天然气发电量。所以我们公司在今年已经规划在基隆港跟台中港来做这个天然气的这个接收站，各储存140万吨跟300万吨的天然气的储量，非常多来取代目前的我们部分的机组。当然11年后，我想我们的天然气的机组就可以取代部分的燃煤的发电的机组，然后让这个污染的排放量能够降低一点。核融合反应是太阳持续发光发热的能量来源，也可能是未来人类取之不竭的能源。在核融合反应发电厂中，每天只要让极少量的氚和重氢发生核融合反应，就足以发出数百万千瓦的电力，就可以取代大量燃煤、天然气等能源。而这两种核融合所需的元素，只要从海水或者是岩石中就可以提炼出来。这样的发电厂仿佛就像是太阳的一小块掉落在地球上了。另一方面，以分散各地的发电厂就近提供当地所需的电力，也可能是另一个有潜力的发展方向呢。生活充满科学，科学实践生活。看完了这一集，我们不仅了解到原来发电机是应用当初法拉第所发现的电磁感应原理，利用发电机来将动能转换成电能。我们也看到，为了因应生活上、工业上的需求，想尽办法发明了许多的发电方式。但根据教授所告诉我们的能量守恒概念，要有更多的电，就必须消耗更多的能源。当我们使用方便、源源不绝的电力时，一定要记得，电绝对都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消耗了大量的地球资源才能够转换而来。超理想进化论为你串起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科学方程式。我们下次再见喽！